观众大家好，我是陆正怡，欢迎收看《关怀台湾森林行脚》节目。还记得今年1月的节目中，我们曾经带您一起游赏的观雾森林吗？冬天的观雾，叶落满地，枫红片片，感觉虽然有点萧瑟，却别有一番气象。而现在正值春夏之交，是万物生长最蓬勃的季节。这时候的观雾呈现的又是什么样的风貌呢？今天就让我们带您再次拜访观雾，领受观雾的春夏风情，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了解观雾的开发史。大陆林道是进入观雾森林的唯一通道，因为林道开辟的时候，有一边是连接到鹿场大山，所以才称之为大陆林道。大陆林道的开辟呢，是民国51年开始，从清泉土场起点到我们观雾山庄这边刚好是28公里那么民国53年这个28公里主线全程开辟完成。那么从我们观雾开始有一个东线也就是大坝必经之路东线呢我们开辟了31公里还有东支线，东支线有12公里，那么然后有西支线。西本线17公里，西支线是7公里。大陆林道是由400多位农民所组成的林务局工作队所开辟的。在2年凿壁敲打的危险日子中，一分一寸地慢慢开凿。工程进行期间，共有9人因公殉职，300多人受轻重伤。为了感念这些死伤农民的贡献，省林务局特别在大陆林道工程完工之后，设立了一座纪念碑，供后人追念。开车行驶在大陆林道上，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让人感觉神清气爽。尤其是在夏天，林道两旁林木扶疏，绿荫蔽天。建议您不妨关掉车上的冷气，摇下车窗，感受拂面而来的自然清凉，同时静心倾听此起彼落的虫鸣鸟叫，享受最原始的自然律动。如果车开累了，也可以停下来伸展一下四肢，看看身旁的花草树木，以及这满山翠绿的山林景色。相信再疲累的身躯都可以因此活跃起来。这回再来到观雾，和上次出访时看到的景观已经不一样了。粉红的杜鹃和翠绿的樱树，将观雾山庄装点得缤纷热闹。这些由早期员工宿舍改建而成的观雾山庄，原本是民国53年省林务局在观雾地区进行伐木、林相变更和复旧造林时设置的前哨工作站。民国78年，省林务局改制之后，员工宿舍逐渐闲置下来，省林务局于是将它改建开放，作为观雾地区观光游憩的休闲中心。而观雾之所以称为观雾，则是因为位于台湾的盛行云雾带，终年云雾缭绕，气象万千而得名。因为从北到南呢，最靠近这个滨海地区的一座山呢，就是鹿场大山，它标高是2600公尺，那么在地形上来讲，观雾是坐北朝南，那么前面呢刚好是雪山山脉，那么它的走向呢是从东到西，刚好形成一个 U 字形的河口，不管是西南气流
或是西北气流往上推挤的时候，碰到这个鹿场大山这个烧融的这个温度，那么很自然就形成了雾气，所以这个是观雾这个名称的由来。观雾的云雾十分迷人，如果您来对了时间，看到的将会是一场精彩的云雾歌舞秀。放眼望去，只见湛蓝的天空中，阵阵白皙的云雾依着山势四处飞窜，恣意地展现它轻柔飘逸的舞姿。如果您不想错过这场盛会，可要起个大早哦。上一次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快山巨木群森林浴步道以及赏鸟步道，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位于大鹿林道西线的真山森林浴步道，体验不一样的森林浴之旅。进入大鹿林道西线之后，约2公里的地方就是真山森林浴步道的入口。步道全程共4130公尺，是观雾林区里最长的一条步道。特别的是，这是一条循环步道，游客不需原路折返。可惜，在民国84年道格台风来袭之后，部分路段已经损毁，无法通行。此外，步道沿线依照自然生态景观，设置有17个解说站牌。游客可以细心观察，借此认识更多的植物种类。蕨类当中，因为它的种类很多嘛，所以这种蕨是不可食用的。不可食用。关于我们市面上在吃的桂鸟，那一种是水蕨，水蕨是最好的、最可口的一种蕨类。一般就是我们那种可食用、不可食用，一般怎么去分辨？可食用、不可食用，在我知道，在林地里面有3种我们可以采食的蕨类，可以采食的蕨类。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西子蕨，西子蕨尤其它长出来的那个孢子跟大拇指一样的那在野地求生可以采食。还有一种就是稍微低海拔的沙螺，沙螺呢，它的嫩芽经过煮开以后呢，也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就是水蕨那么水蕨呢海拔更低平地最普遍的，稍微阴湿地带有水沟的地方这个水流清澈的地方都有它的踪迹。这个就是天南星啦，天南星科植物呢，在观雾这边有3、4种、4、5种之多了。这个是细叶天南星，那么唯一的特征呢，它这个花苞呢会拟态，像舌头，像那个眼镜蛇一样。当它成熟以后，这个花头就脱落以后，它就成熟一串红色的果实出来。真山森林浴步道沿途真阔叶树林密布，林相相当优美，鸟类资源也相当丰富。行走林间很容易的就会沉浸在这深幽的环境与自然的天籁中，忘却尘嚣喧扰。只是真山森林浴步道不止路程较远，地势也较陡斜，想要来这儿享受森林浴，也得要有不错的体力哦。真山森林浴步道的终点设置有观瀑亭，旁边就是山势陡峭、苍翠蓊郁的真山，另一边则是从山间宣泄而下的真山瀑布。在这儿听流水潺潺，看云雾聚散，让山间清新的空气涤净身心的疲累，可真是一大享受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进入大陆林道东线，再度造访台湾茶树自然保护区。上次外景队来访时，台湾茶树正值落叶期，树上只稀稀落落的残留一些枯黄的叶子。然而，在历经寒冬暖春之后，台湾茶树终于蹦出了新芽，鲜嫩的新叶在阳光的映衬下，展现了最具生命力的颜色。尤其是在台湾茶树生长采种不易的情形下，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令人感动的。它的开花季节呢，是从元月份开始就开花，那么它的果子呢，成熟期是在6月中旬就成熟了。那么成熟以后，尤其野鸟方面跟松鼠是最爱。那么野鸟是属于这个画眉科的鸟类对它特别喜爱，所以人工采种不易那么到了秋天，它就变色胡萝卜素显现那么冬天它就落叶了。蹦了新芽的台湾茶树，就像是出生的婴孩一样惹人怜爱。但是在保护区内，外景队仍然发现了几株已经枯死的台湾茶树。相较于其他生机蓬勃的台湾茶树，它们显得特别的突兀，也特别的落寞。为什么在相近的生长环境下会有这么大的生长差别呢？台湾茶树它是樟科植物同时它呢是属于强阳性的植物，它很怕郁闭。那么在林木郁闭过度呢，它会自然枯死。那么在我们周边这几株呢来观察呢，它是3年前开始枯死。为什么？它本身就有寄生植物在上面经过这3年以后呢，它慢慢的枯萎了。那么寄生植物还在树梢上面挂着，那么这个它枯死的原因呢跟这个寄生植物我看有直接的关系。离开台湾茶树自然保护区，我们继续沿着大陆林道东线前进。虽然林道沿线风光优美，但是东线的路况并不好，路上常有塌方的情形发生。尤其大雨过后，塌方情形更加严重，往往变成车辆通行的最大障碍，同时也增加了车辆行驶的危险性。尤其大陆林道东线是通往大霸尖山登山口的必经之路，进出的车辆频繁，一定要非常小心。一路行驶来到大陆林道东线20公里处，就是大霸尖山马达拉溪登山口。马达拉溪属于大安溪上游的支流，因为溪水湍急，所以设有吊桥横跨溪岸，方便登山游客通行。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色，但是相信曾经登过大霸尖山的人都会对这里产生又爱又恨的莫名情感，而这种感觉也要等您登过大霸尖山之后才能真正体会了。观雾处处是美景，它的美不需您刻意去寻找，也不需我们精心去雕琢，因为不管是晨昏或日落，不管是春夏或秋冬，都是值得您一一探访欣赏的。台湾省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森林的公益功能，特别于4月24号
在满月园森林游乐区举办水源涵养与保育的解说活动。这个解说活动的主题呢，叫做水源涵养与保育。那这个活动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呢，要来带领社会大众到满月园游乐区来看看林务局在满月园森林游乐区里面做了哪些的水土保持工作。当天一大早，我们顶着和煦的阳光，在志工们的带领下，进入满月园森林游乐区，展开森林与水的巡礼。我们沿着瑞仔溪旁的主要步道前行，潺潺的水声在耳边流转，满眼盎然的绿意激起我们想要一亲森林芳泽的渴望。沿途志工们除了为我们解说满月园森林游乐区内的动植物生态之外，还细心地解说区内是如何利用生态工法来设置防沙工程。资深志工告诉我们，由于瑞仔溪属幼年期溪流，河床陡峭，水流湍急，加上河道错综曲折，每逢台风或暴雨季节，上游溪水常夹带大量沙石冲刷而下，对中下游护岸安全影响很大。因此，省林务局沿着瑞仔溪设置了好几处的拦沙坝，来拦截上游的沙石，以缓和溪流的冲刷。另外，为了保育溪流鱼类，省林务局还在拦沙坝旁设置鱼梯，来保护洄游性鱼类的生存和繁衍。那为什么我们要在拦沙坝这个地方设置鱼梯呢？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设置拦沙坝的时候，它会使得河流的上游跟下游造成了一个横断的一个阻隔，也就是说让鱼类没有办法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说在上下游移动。因为防沙坝一般来讲高度都超过5公尺以上，也就是说它的高差是非常大，让鱼类并没有办法从下游到上游去，所以我们就必须设置比较矮的一些装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鱼道，来帮助它们可以回到上游的地方去。由于每条溪流的鱼种各不相同，跳跃力也各异，所以在鱼道的设计上，必须针对当地的鱼种做不同的坡度设计。另外，资深志工还告诉我们一个判断鱼梯设计是否成功的简单方法。如果说有这个陆科的鸟类在鱼道附近徘徊，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它的设计是相当成功了，因为有鱼真的会来利用这一条道路从下游到上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非常多的急湍，那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阶段的那个差距？那这当一方面是地形上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是所谓洄游性的鱼类，它就是喜欢在这种浅滩跟急濑的这种环境，也就是说要有水花激起来的地方，它会比较喜欢去往这种地方去寻找这种地方，然后再回到上游去。森林如同一块大海绵，不但涵养水源吸收水分，借着多层次的结构，也减缓了雨水的冲刷，如同土壤的护背。所以森林对于水土保持来说相当重要。省林务局希望透过森林志工深入浅出的解说方式，来引导民众认识森林与水土保育的关系，以及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让民众从了解进而爱护珍惜我们的森林资源。治山防洪一直是台湾省林务局的业务推广重点，主要的工作项目包括崩塌地处理、防沙工程、环境保育工程以及工程维护等。为了让民众了解治山防灾的重要性，以及省林务局如何将环境整治与生态保育做结合，屏东林区管理处特别邀请民众畅游双流森林游乐区，同时参观自然生态工法的几种代表性工程。我们林务局在治山防洪方面，除了做一些拦沙坝、护岸堤防各项措施，以往都是以水泥，会被人家误会为这个水泥文化。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以往是用拦沙坝，那拦沙坝有这个高坝。
那就做以往是阶段性是以这个拦沙防止泥沙下移最主要目的。那由于这个关系啊，那因为这个整个河流的生态体系啊，要做拦沙坝，会隔成几个生态体系啊，就不能将这个一类的洄游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系。那我们就邀请乡亲来参观我们林务局这个生态体系，就是说我们除后的这个措施是以这个注重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和谐方面，比如说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拦沙坝是采用连续低矮坝，让这个河流的这个生态洄游生物能够整个溪流不要说有阻断，作为几个生态体系。那另外我们也这个用砌石或者是土坝或者是竹生绿化以及这个游乐区做清水堤防等等这个生态光华，让我们这个游客或者是我们乡亲啊，就是说我们林务局的这个走向啊，是趋向于让这个我们以地形地貌来柔和一些这个生态这个光华，让人家觉得这个比较柔和，而不是说以往的这个水泥文化，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在林务人员的讲解带领下，民众参观了屏东林管处精心规划设计的清水性阶梯护岸、砌石护岸与坡地植生绿化等，既能防止土沙崩落，又能维护优美景观的自然生态工法工程。这次的活动，民众不但上了治山防灾的最新课程，更享受到双流森林游乐区的有氧芬多精，真可说是收获丰富。水是人类赖以为生的必要资源，水源的涵养与维护也是攸关人类生存的大事。请大家爱林保林，借以涵养水源，储蓄地表水，以免水资源匮乏。我们下周再见。让每一棵树